我叫吴凯瑞，大家都叫我蛇仔。在新闻里，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愤怒的暴民，一个警方通缉的嫌犯，一个被社会唾弃的罪人。电视画面一遍又一遍播我在街头跟警察冲撞的镜头，大家骂我、嫌我，把我当成一切乱象的根源。可是真实的我，并不是生下来就注定会走到这一步。我也曾经有过平凡的日子，有过梦想，也有过爱情，只是那些最后都被一件件的打击磨碎，才变成今天的我。我的故事要从最一开始说起。那时候我年少气盛，太容易相信人。朋友跟我说去柬埔寨有轻松赚钱的机会，我就傻傻跟去了。结果现实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我被骗进黑工厂，被迫签下根本不可能还清的合约，整天像牛马一样被操。好不容易逃回台湾，我已经背了一屁股债，债主3天2头上门讨钱，敲门、呛声、威胁，把我爸妈吓得不敢出门。我只好认命，每个月去打工，把薪水1块不留全交出去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绝望。父母看我的眼神只剩下失望，亲戚聚会更是冷嘲热讽，说我没出息、不成才。那种被瞧不起的感觉，就像钉子一根一根钉进心里。我只能咬牙告诉自己，撑住，总有一天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废物。在那段最暗淡的日子里，唯一让我觉得温暖的是林佩恩，她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自己还有价值的人。她不嫌弃我，反而总是笑着说我很努力。她会在我下班后等我一起吃便当，会在我发薪日的时候拉我去夜市逛一圈。她让我觉得，就算生活再苦，只要有她在，就还不算输。为了还债，我在超市打工，搬货、理货，上大夜，日复一日，身体被操到极限，心也慢慢变得麻木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只要撑几年，债务就会慢慢清掉，我还能翻身。后来，佩恩怀孕了，那一刻，我既慌张又兴奋。我知道责任来了，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，一个能撑起家庭的人。为了让她安心，也为了证明我能给她依靠，我硬着头皮去见她的父母。那是我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。他爸根本不想见我，说我只是个小混混。为了让他们点头，我当场跪下来发誓，说自己一定会当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他爸还是不相信，但幸好他妈比较体谅。那次的坚持，让佩恩眼里闪过一点光。他笑着跟我说：“我终于像个男人了。”可是现实很残酷，超市那点薪水根本不够。我常常彻夜失眠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怎么赚更多钱。朋友劝我去跑外送，说只要肯拼，多接几单，一个月赚的比超市高多了。我几乎没犹豫就换了工作，于是我成了城市街头的一份子，骑着机车在风雨中穿梭，为了每一单拼命。可是家里的债务、父母的责备、亲戚的冷眼，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卑微。佩恩从来没怪过我，但我知道她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好让孩子出生后能有个安稳的家。她的期待成了我背上的重担，而这份重担让我更渴望有条能立刻翻身的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朋友带我去见强哥。第一次见他，只是远远看了一眼，他没注意到我。朋友说跟着强哥干，一个月赚的比我跑外送多几倍，我心里动摇了。可生活还是一样不顺。我买了一辆婴儿车，想让佩恩安心，却被嫌弃乱花钱。去租房子，房东看不起我们，说我们付不起租金。事实是我们真的也没那个本钱。送外卖时被警察罚款，工作上还被店长当众骂。没钱租房，我们只好偷偷跑去别人空着的房子约会。结果因为小吵架，声音大了，被邻居举报。警察上门时，我心里的委屈一次爆发，结果跟他们起了冲突，被压在地上，带进警局。
那是我第一次进拘留所，佩恩的爸爸也来了，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，把他带回去。他的眼神里满是失望。就在我觉得彻底没希望的时候，一个男人出现，把我保出来。那人就是强哥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强哥作为中间人，一直在台湾做着渗透工作，利用网络煽动年轻人。强哥告诉我，这个社会不是靠辛苦就能翻身的。送外卖、搬货，你永远都只是别人脚下的蚂蚁。他说跟着他，钱来得快，尊严也来得快。那时候的我太需要钱，也太想证明自己能当个丈夫、一个爸爸。就算明白那是条危险的路，我还是告诉自己，先试试看，赚够了就收手。可是，一旦伸手，就很难再回头。从那天起，我的命运完全改写。刚开始只是跑一些灰色的小事，后来慢慢卷进更危险的东西。钱真的来得快，我买得起像样的衣服，也能带佩恩去吃顿正经的饭。我以为一切开始好转，那段时间我还准备了一枚戒指，想给她一个承诺。可就在我鼓起勇气时，她先开口了。她说：“吴凯瑞，我要离开台湾了。”她要带着孩子离开台湾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。她说得冷静而坚定，像是早就决定好了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彻底崩塌。戒指还在我口袋里，可我们之间的未来已经没了。分手之后，我整个人像是魂被抽走，愤怒和绝望把我推到极端，我彻底投进强哥的世界。街头的抗争越来越激烈，火光口号和警笛交织，我被推到最前线，开始挥拳呐喊。那次暴乱，我在混乱中失手，推倒了一名孕妇，鲜血、尖叫，瞬间冻结了我的心。我愣在原地，耳边的喧嚣突然变得很遥远，可现实不给我半点后悔的机会。媒体立刻把我钉死在暴徒的瓷柱上，警方通缉，我再也洗不白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常常问自己，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？是当初轻信去柬埔寨，是被债务压垮的那些年，是被强哥拉出警局的那一刻，还是每一次的妥协和无力？我原本只想守住爱情，当个好爸爸，可现实却一脚一脚把我推成了恶魔。生活把人逼成两种样子，一种是无力的脆弱，一种是绝望的强硬。我在这两者之间不断挣扎。有人说我咎由自取，我承认，可是我也清楚，我真的拼过，也努力过，想正正当当地活下去，只是命运一拳一拳打过来，我再也爬不起来。我叫吴凯瑞，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也是我最后能留下的一点真心话。